大家好，欢迎来到巴特菲斯，我是小阮。上次我介绍了透视的概论，有提到透视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比例。而说到比例呢，就一定会有基本的单位，这个基本单位就是立方。我们先来了解比例的重要性。举个例子，这些虽然都是金龟车，但所呈现的感觉都不一样。一样的车款，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再来看这两个玩偶，一样都是人的造型，但却感觉非常的不一样。这其实都是因为造型比例不同的关系。我们在画任何的物件时，比例的拿捏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个设计的观感。比如这台车，当初就是在绘画时，比例错误，索性就多加了天线机遥控器，让它从实车直接变成玩具车。因此，比例正确的拿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次影片中也提到，单点或多点透视并没有尺寸的参考价值。那我们要怎么准确的来确保所画的比例是无误的呢？一切从立方开始。在各种几何造型中，立方是最基础的，也是对比例最重要的。立方的特征是它所有的边都是等长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它设为最基本的单位。以遮卷胶带为例，我们可以先测量它的各项尺寸，然后呢，再以它的宽度，当作是最基本的单位。那这个基本单位呢，我们就用一个立方的宽来做代表。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以立方，先建立这个量体在这个透视空间中所会占有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再将这个纸胶带以我们刚才所规划出的这个比例来画进去，就能够确保所画出的是相同比例的胶带卷。我们再以比较复杂的造型试试看。这里我以人偶的头的直径呢为一个单位，那其他的尺寸呢再换算成比例，然后在透视空间中建构各个零件的造型。这样我就能够将我所建的设计准确地复制到我所建构的透视空间里了。那立体空间要怎么建构呢？立方又要如何画呢？我们现在就来示范。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画出一个立方。首先，我们先了解建构透视所需要的一个范围。如果我要在这张纸中画出一个可以涵盖大部分纸张面积的立方呢？那我所需要的透视空间就会至少要这么大。当然，我也可以将透视点往内移动，但是透视会太过扭曲，画出来的物件会非常奇怪。所以，一个适中的透视都会需要比纸张还要大许多的空间。我们先画出最重要的元素呢，那就是地平线。这时可以先决定你想要画的角度。那我在这边就以桌上型物件，由上而下的角度为设定。这样的话呢，地平线就要位于作者，观看者的眼睛高度，地平线就会位于纸张的上方。再来决定地平线上的消失点的位置，在消失点上开始粘线，当作透视线。这边用便利贴代表要画立方的这个位置。那你可以假设这是一张 A4 的纸张。那我们开始画喽。先以左边的消失点画出一条立方的边，另外一边也是。再来是第三边，第四边是关键，因为这里要决定落点在哪一个位置。因为第四边合起来，看起来呢要像是透视空间中的四方形。如何才是四方形呢？那目前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只能用眼睛跟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我们先完成其他的线条。第三个消失点呢，就会设在纸张的下方。以相同的方式，我们完成其他5个面。如果方法正确，那所有的角落的交叉点都会正确。如果有太大的偏差，就代表建构的方式有错误。那就像这个例子，只好回溯检查或者是重新再画过。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像不像1:1:1的立方呢？所以问题是要如何来确定你所画的立方是不是正确的比例？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检查方式，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的翻转以及反转来做确认。如果所有的角度看起来都没问题，那基本上呢就没问题了。如果立方不是正的，那当你把图画旋转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比例是怪怪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再做修改，纸张要回到原本的位置才能再做修改。所以一开始呢，你的纸张的定位的记号就很重要。如果当时没有做记号，那就没有原始的这个依据，位置就会错位，那就只能再重画一次咯。然后呢，这边教大家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找中心点。我们下一次再讨论中心点为什么很重要。不过我们这一次呢，就先教大家来怎么去找出这个中心点。要找一个正方形的中心点的正确方式，并不是量四边一半的距离，因为在透视空间里面这是不管用的。正确的方式呢是将两个对角连成直线，那一个四方有4个角，两条线交叉的位置呢就是四方形的中心。好，那我们来利用中心点分割立方。我们要利用原本的透视空间，因为需要原始的消失点。利用对点交叉的方式，我们找到面的中心点，再从消失点拉出透视线到中心点。透视线经过边的位置呢，就是这个边的中间点。我们利用这个方式，就能够重复的找到立方的一半、1/10、1/8等等的等比切割。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原本的立方空间进行格式化，以利之后在这个空间内建构我们想要画的物件。另外，除了切割空间，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向操作。先把透视线延伸出去。现在我们将原本的边界当作是中间线，从对角拉斜线，经过这个中间线的中心点，再延伸到透视线。这里交叉点呢，就是扩增出来的等距，达到镜面反射的效果。用这个方式呢来重复运用，我们就可以扩增既有的空间的定义。但提前是原本的立方的比例要越正确越好。如果这个比例不对，那往后画的物件的比例就会不正确。这边的例子呢是3个次方的方向故意的拉长，同样的设计呢，因此就会变得不一样。中心点非常重要的原因有很多，不过这边先讲其中一个，那就是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对称的，因此在绘画出你的设计时，左右的对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绘出的设计应该要有对称，但却是歪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回到透视空间，我们在上一个影片中有提到，地平线的位置会影响我们的视角。那立方在透视空间的位置呢，又会如何影响视角呢？我们先将立方的3个面以不同的颜色来做标记，并显现每个面的方向。如果立方比较靠近左边的消失点，那橘色的面就会比较明显，我们也会看到紫色的面。如果立方比较靠近右边的消失点，那我们就会看到绿色的面。如果立方呢位于2个消失点的正中间，那紫色、橘色会各占一半。所以左右移动就会像是立方在空中旋转的样子，就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呈现你的设计。再来，如果立方越接近地平线，就会呈现横的视角；如果立方越靠近第3个消失点，那就会呈现由上往下看的视角。如果呢，我们是在地平线的另外一边来画立方，那其实这就会变成是镜面反射的效果，只是视角的方向会由上而下变成由下而上。那这不就是有4个消失点了吗？的确，
如果立方处于地平线上，那理论上垂直的边呢会受到上面跟下面的消失点所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垂直线呢它应该是弯曲的，但因为弯曲的幅度通常非常非常小，几乎察觉不到，因此大部分呢会以平行的线来做取代，其实也就变成了2点透视。但是如果你想呈现鱼眼的夸张透视效果，当然也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的方式。我们下次会开始分享不同的几何建构的方式，以及立方跟其他的几何之间的关系，大家敬请期待哦。我们下次见。